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开始，我们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思敏好，大家晚安。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在中东的战事，川普现在喊了救兵已经在路上了，盟友却在此刻踩下了刹车。我们今天也要来看，大家在关注说美军的战力在伊朗附近到底如何，但是现在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完全看不到任何美军的航母。那么伊朗方面则是部署了各式的无人机来压境。今天也会特别来解密这个是伊朗的王牌无人机师团的战力到底有多强。中东现在似乎已经走向谁先开枪谁输的一个争死局当中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注到的是川普的最新喊话。面对现在伊朗内部各种的流血冲突持续的扩大，他已经怒批伊朗在进行的叫做无意义的杀戮，所以川普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他决定取消任何跟伊朗官员所有的会面。他也说了，对德黑兰发出严正的警告。他说，救兵已经在路上往伊朗的方向去了。川普也对目前在伊朗的这些示威者喊话，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记下目前打你们的凶手还有施暴者的名字。未来我会对这些人付出，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也提醒了伊朗当局说：“伊朗，你这周只要开始绞死这些抗议者的话，我们美国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一回川普的话喊得非常的狠，但是在军事上的行动到底如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多。尤其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军事现实，就是目前美国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领域，完全看不到任何要开战的迹象吗？这是一个问号哦。因为呢，现在根据了解，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不管是运输机或者是加油机，甚至战机，更没有看到任何的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周遭。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也直接做了一个分析报道说，即便美国后来决定呢，他要出动他的航母，但是最快也要数周、好几周的时间才可能抵达伊朗的附近，而最可能派出的就是林肯号。好，看得起来海上跟空中没有太多的布局，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巧巧的动作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府这边最新呢，已经在中东布局的是它的新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款无人机是高度仿制伊朗的主力战机的，也就是见证者136，也就是可以显示说，目前美国的战斗方式已经逐渐走向比较低成本、可以大量消耗的这一些武器。再来，我们看到军事面，美国持续对伊朗贸易国课征25%的关税，背后评估它为的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因为对于伊朗课征这25%的关税，目前看起来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过也有分析特别指出，这个川普啊，你看起来是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专家痛批说，数十年来就是因为你美国对伊朗实施这种全面的制裁，才会压垮伊朗今天的经济，还有包括引爆今天的民怨上街头。根据估算，伊朗的人民的人均 GDP，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12年当时还有$8000以上的。到了2024年，只剩下$5000左右了。这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世银做的统计。而2018年之后，石油出口更是在美国制裁之下暴跌了最多80%，国库每年损失竟然高达数百亿美元。川普这一回说要救伊朗，到底是谁害了伊朗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川普现在喊说随时开战。但是美军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集结，真的会开战吗？还是对伊朗、对中国做出一个高度的政治恫吓而已？委员怎么看？对，我想美国对付他的敌对政权哦，其实美国自己的工具箱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讲得更直白一点呢，就是美国有各种花样的菜单存在。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哦，他已经采取了几个不同的方法去对了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他采取的就是外科手术式的直接的斩首哦，那么直接把人带走了，然后呢，整个委内瑞拉政权就瓦解掉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说，面对伊朗哦，美国恐怕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把戏哦，就是说你今天要用
这种猎杀对方或者是逮捕对方领导人的模式，你已经用过一次了。伊朗又不傻，他看到你怎么对马杜洛的，该躲的都躲得好好的，你放心。然后该有的这个保镖啦、忠诚度可能要重复的反复确认过，所以你要再用同样的方法重施故技，恐怕也不容易。那你上一次是用长城奔袭的方式去轰炸伊朗，可是问题是你用轰炸伊朗的方式，就算你斩首了这个哈梅尼好了，但是问题是对哈梅尼来说，他就算被斩首了，整个伊朗的神权政权还是存在的啊。你最近光看到伊朗的这个议会的议长说要跟美国就是势不两立到底了，所以你就杀了一个哈梅尼，也不能够解决整个伊朗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他要用外科斩首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啊。不管你是要用轰炸机去轰炸，你要用这个无人机，你要用这个CIA 跟摩萨德的力量想办法来猎杀伊朗的领导人。对于你要取得伊朗的政权的主导的这个地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哦。那么你只会加深整个这个伊朗的反弹，然后这个激化整个伊朗的报复的行动，那整个中东就是遍地烽火了。那第二个，你看到说他军事入侵也不容易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看到了，他并没有航母部署在那里哦，又跟当时的这个委内瑞拉不一样啊，人家那个时候航母已经部署得好好的了，该有的都在那里了，而且委内瑞拉好歹也是在南美洲，距离美国虽然不是很近，但是也不太远了。可是中东是很远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把你的部队投射到那里去，你这个时候要用军事入侵，你怎么入侵嘛？所以你不可能就靠以色列的部队来入侵啊。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军事入侵也不行哦。那么我现在的初步的判断哦，我认为美国要用的是它工具箱的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它过去最长期以来最熟悉的工具，就是用他长期以来布建在这些国家的，比如说年轻人啦，或者是反对势力，开始要发动政变，要推翻这个政权嘛。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是遍地烽火的暴动啊，反政府的暴动啊。这些反政府的暴动怎么前几天不暴动，一两个礼拜前不暴动呢？怎么忽然之间就来了呢？这就像当年的颜色革命我不断的强调说，这是美国 CIA 最喜欢玩的把戏。台湾的太阳花革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香港的雨伞花革命是怎么来的？全世界这么多花的革命到底是从哪来的？这就是 CIA 长期以来布建在每一个国家，布建在学生的团体里头，布建在这个社会的深处。当这个 CIA 要唤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伊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 CIA 跟摩萨德大概已经把他过去长期以来布建的所有的这些种子全部都一次点燃，然后造成了整个伊朗的天下大乱。所以伊朗才会开始采取军事镇压行动。那现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又要当好人哦，讲这种风凉话，说我们就在路上了哦，你们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好歹也讲一下啊！你现在是绕到了哪里？至少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路上啊，美国还没上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这个喊话是什么？就是喊给这些暴动的人听啊，说继续暴动到底。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来的。至于说这个迟早有多迟多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伊朗这一局里头，美国最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到巴勒维王朝又开始出来讲话了。当年巴勒王朝如果干得好，他就不会被推翻了。但他当年就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必须要警惕啊。美国现在川普在玩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游戏。他对于他现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川普也是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在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做的是不断的砍断中国跟俄罗斯的盟友，想尽办法的一个一个砍。我认为人家砍了，再砍伊朗，那下一个是谁呢？所以川普已经讲过了，金砖国家就是反美的军事同盟。他现在在做的就是瓦解金砖势力。所以当他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经掌握了石油这个这个生产了，他掌握了委内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美国自己本身也是石油输出大国所以当他都掌握了这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要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叫板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恐怕要在这个时刻恐怕要有警觉心了就是说这现在恐怕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去牵制住美国的势力，否则当美国一个一个的斩断掉这些金砖国家的盟友的时候，最后就剩下这几个国家了。那个时候美国可以磨刀霍霍，好整以暇的来对付他们了。好，确实目前针对这一场暴动背后是否到底有没有这个美国 CIA 跟摩萨德的影子，其实外界也都在高度的怀疑当中。那目前确实这一场示威
威暴动，目前已经造成了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死伤人数，包括了数百人死亡，还有数千人被逮捕。面对现在整个暴动，可以说示威活动已经完全的失控了。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哦，针对这些示威民众，还有针对于美国，他们也开始祭出了各种的反制动作。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当局最新用的方法，就是他们祭出他的军用无人机，部署在各大的城市，以无人机对民众来进行攻击。德黑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网络干脆都切断，让这些暴动的民众再也无法跟外界做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这次祭出的无人机，其实伊朗的无人机的战术过去就已经在许多的实战当中有特别的去使用过了。我们来看到几个例子哦，包括了在第一个两伊战争期间投入实战，第二个他们也曾经透过电子战捕获美军的 RQ-170哨兵，还有他的 NQ-9死神无人机。胡塞组织也多次的使用无人机来突破沙烏地和阿联酋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去年，今天我们会来特别看到的是伊朗海军宣布成立的第一个海军无人机师，它是隶属南方舰队的，那构成了整体的舰载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到底战力有多强？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评估。看起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现在有许多的国家也站出来跟川普说，其实伊朗真的没有这么弱。劝你不要去进攻。最新消息是美国的 NBC 做的报道，现在包括了以色列还有多名的阿拉伯官员已经私下跟川普政府说了，他说伊朗政权没有虚弱到你美军可以一击就致命，所以你不要去攻击吧。同一时间，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跟卡达等等的这些海湾国家也同步游说川普不要开战。我们先来看看伊朗无人机加上电子战已经高度成熟了，如果真的开战，美以还能够速战速决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那个伊朗的无人机部队啊，它有4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很早以前它就专注在这方面。所以去年他们海军南方舰队成立了无人机师部队，对不对？那你就晓得说，其实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功夫，而且他们的防御网竟然可以捕捉到 RQ-170，还有 MQ-9死神。死神是最难抓的，它竟然可以抓得到，代表什么？代表它的电子瘫痪跟电子反制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今天美军是用传统的方式去进袭德黑兰的话，你会遇到的抵抗跟遇到的防御，绝对不是委内瑞拉可以比较的。这一点必须要先厘清这个观念。所以川普他现在不是闲没事做，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打这一仗，这第一集要怎么打？当然，我们昨天讲过，林肯号虽然不在荷姆兹海峡，也不在红海，也不在波斯湾，因为林肯号它现在正在应该是南中国海最近，大家要赶过去的话，大概也要3-4天。那如果没有航空母舰的话，美国当然还是有别的手段，派出逆中轰炸机，或是派出隐形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等等。可是这样子对于教训伊朗恐怕不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部队调动，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比如说像特种部队好了，你要有真实的动作，或者是说像入侵阿富汗或入侵伊拉克一样，真正的部队调动，那个就会被国际媒体的注意力给放大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不认为美军有真正实质占领的动向。反过头来，我们来讲说伊朗的无人机。伊朗有多少无人机？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我们账面上看得到的无人机有2000架，就跟它的飞弹一样，有2000枚一样。那事实上，据信超过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这一次它才能够拿来对付老百姓。它用军用无人机的规格去对付10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所以你就晓得说，他们的无人机储备是非常足够的，绝对比它的核子能力还要高超的许多。那美国如果今天有实质的入侵部队去进到德黑兰的话，绝对不要再重蹈1980年鹰爪行动失败的前提。鹰爪行动是美军灰头土脸、一败涂地，为了去救被何梅尼去软禁的55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馆员然后8架直升机在伊朗沙漠里面撞成一团，以悲剧收场。
那这次如果美军还要在伊朗沙漠，其实我老实讲一句，很投鼠忌器，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所以这次如果他真的要去进攻德黑兰的话，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是不是斩首哈米尼？如果是斩首哈米尼的话，那单纯的多；但如果不是，是要推翻整个那个神学政权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复杂许多。所以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为止不敢轻举妄动是有原因的。至于今天可能会什么？今天可能会正式在那个德黑兰处决一名才26岁的青年，采取公开处决。公开处决是什么方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传统习惯的用起重机的吊架把人给吊在大概3层楼、4层楼的半空中给所有人看，而且他经由这个电视台发送到全国各个角落，这叫公开处决。那这个年轻人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很快就会有画面。我是奉劝伊朗，你不能用无人机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公开处决反对你的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政权啊，哈米尼恐怕不能够再持续下去，因为国内的反对声浪恐怕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讯息，为什么？因为伊朗官方已经把所有的讯息屏蔽了，30%以上的这些讯息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内部我们真的看不到实况，这是让人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好，内部的讯息整个被封闭住了。那这场示威暴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话说，救兵已经要逐渐到了，说是要救这些示威者。但是同样时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也出来酸川普说，现在伊朗的经济搞成这样子，是因为你数十年来对我们寄出的各种制裁，结果你现在反而说要救我们，是不是很讽刺？岳老师怎么看？我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话呢，感触非常强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然后现在的话呢，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我算了一下，将近47年的时间，这么长的话呢，那么伊朗能够撑到现在的，基本上它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了。那么神权国家的话呢，你这边问的问题讲到用人权来批评神权国家，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对于我们宽容与多元文化的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神权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神权，既然是神权，来讲什么人权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川普讲的话呢，我分成几点来讲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他吹牛的这个成分比较大了啊，因为他不敢陆战啊，因为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啊，伊朗很大，而且有8000万人啊，对不对？而且长期来讲，他的革命卫队的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情况蛮好。另外，最主要是我们对他情况下不知道啊，它里面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有一个名词叫孟加拉模式，就是伊朗这次在暴动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伊朗的革命卫队，至少有一个上校，还有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呢，是被暴民杀害了。所以说这个要处决的方式的话呢，基本上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叫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孟加拉革命。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呢，这个在吹牛，要对于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要加25%的关税，对不对？那个川普自己的那个关税的话呢，马上就要被最高法院判非法了。这个还讲什么东西？那另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伊朗本身的内部啊，这个还是说有很多外在的原因会使他团结。比如说巴勒维的儿子就在那边叫嚣啊，希望他们能够把革命弄多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伊朗的神权的赫梅内伊的维持了啊，就是让他们内部更加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关心就好。不用太紧张。好，谢谢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